We're looking to make electric cars as light and as sustainable as possible to reduce their mass, reduce their materials, and maximize their efficiency. 有这样一台电机，它扁平的如同金属制成的煎饼，就是这么一个看似普通的扁平物件，却能在近乎无声的状态下推动超级跑车风驰电掣般向前疾驰。这听起来或许像是夸大其词，但实际上却是实实在在的工程奇迹。英国的 YASA 公司从传统电机理念中汲取灵感，对电机内部的磁路设计进行了大胆革新。这一创新之举成功解锁了电机性能的全新维度。这家起源于牛津大学的衍生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已然成长为梅赛德斯兼奔驰未来 AMG 电动车型的核心技术供应商。而当下摆在面前的核心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让更薄的电机实现更高的扭矩？怎样确保电机在更低温的状态下稳定运行？甚至能否凭借这种更薄的电机重塑整个汽车设计的格局？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这家源自牛津大学的衍生公司着实令人眼前一亮。YASA 于2009年在英国正式创立，其创立基础是工程师蒂姆·沃尔默在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成果。从成立伊始 ，YASA 的目标就不单单是提升电机的功率，更着重于优化电机的封装设计。在电动汽车领域，每公斤的重量和每厘米的空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大型电机往往会占据大量空间，这无疑会挤压电池成员舱以及冷却系统的可用空间。有鉴于此 ，YASA 专注于研发一种能够输出巨大扭矩，同时又无需采用笨重圆柱结构的电机。这一具有前瞻性的决策，引领着公司踏入了轴向磁通电机领域。与传统的圆筒结构不同，轴向磁通电机的结构更像是双圆盘。随着 YASA 不断改进原型机，其受到的关注度也在迅速飙升。汽车制造商和性能工程师们最为关注的两个关键指标便是功率密度与批量生产能力。如果能够减轻电机的重量，那么整车的重量也会随之降低，因为在保证同等续航里程的情况下，电池的体积就可以相应的缩小。当减重幅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整车的操控性会变得更加敏捷，加速更为迅猛，制动也更加轻松，同时巡航能耗还会更低。也正因为如此 ，YASA 的早期测试并非仅仅局限于实验室的演示，而是直接将电机应用到了真实的车辆之上。这些车辆涵盖了高性能公路跑车以及实验性平台。轴向磁通与径向磁通通俗解读与差异剖析。在深入探究轴向磁通和径向磁通之前，我们不妨先想象一下磁通在电机内部的流动路径，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二者的差异。典型的电动车电机通常采用径向磁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磁场从电机中心向外扩散，其分布形态就如同车轮的辐条一样，呈辐射状。这种独特的几何结构自然地形成了一个长圆柱体，是经过实践验证的成熟设计。目前工厂已经具备了对这种电机进行批量生产的能力。当我们追求更大扭矩时，往往就需要增加铜线、铁芯的使用量，同时增加电机的长度。虽然这样可以提升电机的功率，但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电机的质量和体积随之增加。轴向磁通则对传统的磁通路径进行了颠覆。在轴向磁通电机中，磁场沿着旋转轴线流动，在盘状转子面之间穿梭，并与居中的定子相连。由于电机呈现出宽薄的形态，我们可以在不增加电机长度的情况下提升其有效半径。我们知道扭矩的大小取决于力与半径的乘积，因此增大有效半径可以使电机输出更大的扭矩。同时，轴向磁通电机还能够缩短端部绕组的长度，铜线圈的端部绕组越短，就意味着电机的损耗降低，发热减少。YASA 公司特别强调了轴向磁通电机在材料利用率方面的优势。与传统的径向电机相比，轴向磁通电机可以使用更少的铜材、铁芯和永磁体。一个老概念的量产之困，为何轴向磁通电机步履维艰？轴向磁通电机 AFM 并非一个新鲜的概念，其电动旋转的根源甚至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迈克尔·法拉第的开创性研究。工程师们在1950年代也曾重新审视过这一独特的布局。那么，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为何工业界始终对更为成熟的径向磁通电机 RFM 情有独钟？答案深植于制造层面的一道道难题之中，首要挑战极致的精密与稳定性。相较于传统径向电机，轴向磁通电机的一大特点是宽广的圆盘结构，这意味着它需要在广阔的盘面区域内维持一个极其精密且稳定的气系。任何转子的微小弯曲或形变都会直接改变气系的均匀度，导致效率下降、噪音增大，甚至引发部件间的摩擦和损坏。
热管理难题、高功率密度下的散热困境。高扭矩密度是 AFM 的优势，但这同样带来了挑战。高扭矩必然对应高电流密度，从而产生大量热量。热量，特别是集中在绕组深处的热点，一直是早期 AFM 设计的阿喀琉斯之种。许多早期原型机就因散热不利而性能大打折扣。工艺复杂性从碟片到绕线的层层挑战，镜像电机普遍采用的碟片式结构，其工艺已为业界所充分掌握，能有效控制涡流等能量损耗。这种工艺很难直接平移到轴向设计中，复杂的几何形态使得碟片制造困难重重，无形中增加了涡流损耗。绕组工艺更是另一大难点，轴向电机的铜线布线方式通常比镜像电机更为复杂和棘手。若无法实现自动化绕线，生产成本将呈指数级攀升，这无疑是大规模生产的一大障碍。从实验室到生产线难以逾越的鸿沟，最终所有难题都汇集于量产的严苛公差要求。制造出一台性能卓越的原机已属不易，但要成千上万次的复刻出性能完全一致的设备，则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数十年来，正是这横亘于图纸理想与车间现实之间的鸿沟，一直制约着轴向磁通技术的普及。尽管其性能潜力对工程师们而言早已显而易见，但如何跨越这道制造之坎，才是决定 AFM 能否真正走向广阔市场的关键。YASA 核心设计变革引领电机技术新突破。YASA 的一路成长与进步，实则是在工厂生产的重重难题中披荆斩棘的历程。每一项技术的革新都是对生产困境的有力回应，推动着电机制造迈向新的高度。YASA 在核心设计上的一大关键变革是对定子制造方式的大胆创新。以往采用的整体式大型定子环单件制造模式存在诸多弊端，而 YASA 另辟蹊径，采用了分段定子方案。它将原本庞大的定子环巧妙地拆分成多个小段，这一举措带来了显著的优势。一方面，零件的制造难度大幅降低，生产过程更加顺畅高效；另一方面，检测工作也变得更加容易，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问题。更重要的是，分段后的零件可以以稳定的质量进行组装，为电机的整体性能提供了坚实保障。YASA 的另一项标志性设计无铁芯结构也被称为无铁芯分段电梳，同样展现了其卓越的创新能力。在传统电机设计中，定子齿后方往往设有沉重的铁质锷座，虽然铁质锷座有助于引导磁通，但却增加了大量无用的重量，影响了电机的整体性能。YASA 通过精密的设计取消了定子锷部，这一改进效果惊人，定子铁芯质量最多可减少 80%， 同时还降低了损耗，使电机的整体效率提升了约 5% 至 10%， 具体提升幅度取决于负载周期。通过移除或尽可能减小锷部，YASA 凭借精密的几何设计，在大幅削减定子铁芯质量的同时，完美保持了磁路效能，实现了质量与性能的双赢。在绕组与装配工艺方面，YASA 也进行了深度优化。公司采用了改进后的绕组技术，有效缩短了铜线长度，提高了填充率。这不仅改善了电机的效率，还提升了热管理性能，确保电机在长时间运行过程中能够保持稳定的工作状态。从材料选择的层面来看， YASA 采用了软磁复合材料来制造特定元件，通过将磁性材料进行塑形并堆叠，使其适应碟形布局。这种独特的材料应用方式不仅提升了电机的功率密度，还确保了电机结构的稳固性。在车辆应用中，YASA 电机的优势尤为明显。由于电机减重，车辆可以相应缩减电池组的体积，综合减重可达约200公斤。这一改变带来了双重好处：一方面，车辆的续航里程得以延长，为用户提供了更便捷的出行体验；另一方面，车辆操控变得更加轻盈灵动，提升了驾驶的乐趣和安全性。YASA 通过一系列核心设计的变革，在电机制造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其创新的设计理念和先进的制造工艺，不仅解决了传统电机生产中的诸多难题，还为电动汽车等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冷却技术与数据背后，YASA 轴向磁通电机的卓越优势，在电机领域，YASA 公司所宣称的轴向磁通电机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性能数据。与常规的径向磁通电机相比， YASA 轴向磁通电机能提供高达4倍的扭矩，同时在重量和厚度方面实现了显著优化，其重量减轻约 50%， 厚度缩减约 80%。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案例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一款功率约480马力、扭矩达800牛 M 的 YASA 轴相磁通电机，整体重量仅约24千克。这些数据意义非凡，它们极大地改变了电机的布局选择。这种纤薄的电机只需占用同等输出功率镜像电机约一半的体积，这就为车辆其他关键部分释放了宝贵的空间。这些空间可用于优化空气动力学设计，加强碰撞结构，或者增加额外的电池容量。电机的扭矩特性还与控制系统紧密相关。如果能将电机更靠近车轮布置，扭矩矢量控制就能更轻松地实现。这意味着车辆可以实时调控每个车轮所获得的动力，进而显著提升车辆的牵引力和过弯性能。电动机还具备近乎瞬时输出扭矩的优势，由于无需换挡，它能在低速时就达到峰值扭矩，为电动汽车赋予了起步时的强劲爆发感。电机过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旦电机过热，上述所有优势都将化为泡影。这时 YASA 的直接油冷技术就发挥了关键作用，机油能够通过与绕组等高温区域的紧密热接触，迅速带走热量，从而支持电机实现更高的持续功率输出，而不仅仅局限于短时的功率爆发。在大多数系统中，额定功率约200千瓦的电机，由于受热限制，长时间运行时仅能维持约半数的输出功率。但 YASA 宣称其直接油冷方案可以让电机将功率维持在更接近峰值的水平，这对于追求高性能驾驶体验、需要强大牵引能力以及持续高速行驶的场景来说至关重要。当前应用场景与未来发展方向，轴向磁通技术已成功应用于量产车型。以法拉利 SF90 Stradale 为例，该车型采用3台电动机，其中前轴配备2台独立电机，后轴则搭载一台 YASA 轴向磁通电机。该电机巧妙地布置于发动机与变速箱之间，此布局在极为紧凑的空间内实现了牵引力响应与结构布局的理想融合。轴向磁通电机亦与其他高端制造商建立了联系，其独特优势在于能够适应传统电机难以兼顾的狭窄空间。该项技术同样延伸至航空领域，劳斯莱斯创新之魂电动飞机的推进系统便采用了 YASA 电机，充分展现了其在空中应用中功率重量比的重要性。相同的逻辑亦适用于水上领域，高性能电动船艇及紧凑型船用驱动系统均可受益于此项技术。YASA 公司还指出，通过减少铜材、铁锌及永磁材料的使用，能够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减轻对环境的影响。梅赛德斯奔驰对 YASA 的收购预示着该公司计划扩大轴向磁通电机的产能，以满足未来高性能电动汽车的需求。然而，最令人振奋的或许是轴向磁通电机形态所带来的潜在可能性。更轻薄的电机设计能够简化传动系统，为更优化的碰撞结构预留空间，甚至实现更具创新性的底盘布局。若单轮驱动电机得以实现，在特定的设计方案中，先进的扭矩矢量控制将成为标准配置，而非仅限于高端车型。在未来数年内，电动汽车领域的竞争将不仅限于电池技术、电机与逆变器、热管理系统以及软件控制的协同优化，将最终决定哪些品牌能够提供卓越的加速性能、更高的能源效率以及真正的技术革新。因此，当有人认为电动汽车设计趋于同质化时，我们应认识到轴向磁通技术恰恰证明了几何结构的重要性。通过沿轴线传输磁通， YASA 电机实现了更轻薄的体积、更低的重量以及更灵活的安装位置，从而满足设计师的需求。真正的挑战并非在于技术构想，而在于实现大规模高质量的量产，包括维持稳定的气系、采用智能材料和高效冷却系统，以应对实际工况的严苛考验。如今，这些技术难题正逐步得到解决，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是深远的。更轻量化的电机意味着可以采用更小容量的电池，进而带来更长的续航里程和更精准的操控性能。这将使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受益。一场静默的技术革命正在未来汽车底盘之下悄然酝酿。